嗨，我是 Kenny。上班族经过一天的工作之后，肩膀通常容易很紧绷，我们会低头看键盘、看荧幕、看文件。我们双手又要进行电脑的操作，用键盘、用滑鼠，所以圆背、耸肩或者是含胸都会不断的发生。然后我们头要往前看电视的时候，整个肩胛骨到脖子的位置是错位的。那其实我们想要抬头挺胸都有点困难，因为在上半身已经产生一个固化的形态。那比较建议你还是每隔几分钟、10分钟、15分钟可以站起来变换一下姿势，疏解一下自己的身体。但如果真的是非常的忙碌，你没有办法改善你的体态，藉由一些的练习可以帮助我们舒缓这些动作。
瑜伽先行课后讲解，我们今天讲一些简单的肩膀、脖子放松的方式。很简单，我们的脖子其实承接上面的头的重量3到5公斤，往下落下去，落到肩胛骨的中间，横向的有肩胛骨的肌肉群的支撑，还有背肌的支撑。所以我们把这个区块松开来，我们就不会受肩胛骨紧绷、脖子不舒适、落枕或者是外侧肩膀的疼痛所影响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动作针对的就是这一系列的练习。好，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做猫咪式。在所有的后弯里面，大部分的后弯都是主动的后弯，也就是我的身体产生的后弯的弧度是我主动让身体拉出来的。后弯我们叫做续发性的弧度，我们在妈妈肚子里面是没有后弯的弧度，我们是一个虾米形的一样的形状，圆曲的，一直到准备要顺产的时候，头还会抬起来。所以我们在生孩子的时候，婴儿的头的方向非常的重要，因为这时候当你的头拉出来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准备好顺产。那当然现在因为剖腹生产比较没有这个问题，所以我们在一开始接触这个地球的时候，在生下来之前，我们是属于只有一个所谓的原发性的弧度，就是前弯的弧度。慢慢的因为我们开始跑了，开始爬了，要站起来，后弯的弧度慢慢的出现。那后弯弧度因为是我们叫做续发性的弧度，也是我们创造出来人为创造出来的弧度。那这个弧度大部分我们刚刚讲的人为，也就是我们强加上去的。好，那猫咪式是一个偏向自己地心引力产生的一个被动式的后弯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健康，对脊椎比较没有压力的。怎么做？很简单，两只手放在地板上，膝盖跪下来，依自己的柔软度进行。那我们当然选择开始的方式，膝盖退出去多一点点，这样比较容易进去。胸口下巴放到地板上，放下来之后，你的屁股在天空中离开地板，所以脊椎产生一个自然的后弯的弧度。那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双手是往前伸的，那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比较容易施作，所以你也可以双手往后伸，往两侧伸长都可以。做的时候，眼睛看向右边，左脸颊落地，屁股倒向右边。那两只手，我选择的是放在身体的两侧，因为这样是最轻松的。当然，如果你柔软度很好，你可以向前伸直。那你也可以放在原来的位置上。换侧的时候，下巴先落地，稳定你的颈椎跟胸椎，屁股抬起来，让腰椎回正。身体摆正之后，右脸颊落地，脸朝向左边，左屁股落地。手一样，我们今天选择的是轻松的版本，手放在身体的两侧。停留之后，手放回到地板上，下巴落地，稳定胸颈椎，屁股抬起来，腰椎回正。那你可以直接趴下来，再撑起来，或许会比较容易。猫咪式是一个非常适合所有人的练习。你在每一天下班的时候，睡前可以靠着床进行这样的练习。我蛮建议你一般的人，如果你的脊椎不是很舒适，你常常处于驼背的状态，猫咪式是一个常常练习的好方式。第二个动作，扭转，跪在地板上，膝盖打开来，跟你的屁股同宽，在你的膝盖的正中间，在你的脊柱的正下侧，找到一条隐形的中轴线。比如说这张瑜伽垫中间有一个数字，可以让我做参考的基准点。那我们先做左侧，左手肘弯，将左侧的身体拉长，手背伸直，伸向右侧，整个手背落到地板上，肩胛骨落在这条中轴线上，脸朝向同侧。小心一件事情，我们脸容易看向天花板，也是我头会过度的扭转，所以脸看向侧面。右手向前伸，支撑一下你的身体，不然会垮下去，过度的压力会在颈椎上，所以手推一下地板，提供我的颈椎多一点点的稳定。脚趾头小心会内八外八，朝正后面微微的伸直出去。那这个动作会打开我的两个肩胛骨跟胸椎的中间的不正确的位置的
纠缠，所以我可以松开我的肩膀跟脖子的压力。离开的时候，手撑，胸口回到正中间，在中轴线上找到一条隐形的线，右手肘弯，保持右侧身体的拉伸，穿向左边，肩胛骨落在这条中轴线上，手背尽量的伸直，头不要刻意的看向天花板，看向左侧手指头的方向，左手向前支撑你的身体，你也可以让它微弯，让你的身体有点支撑。最好的话，手可以伸直，脚趾头微微的朝后，把身体摆正，手撑，胸口回来，离开，你就会回到四足跪姿。下一个动作，我们因为手常常的往前伸，我们后侧的菱形肌、背肌会过度的劳损，所以我们想要把背肌、菱形肌松开来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让两只手在胸前交错。做的时候，我们先做左手，所以右手掌心不动，左手向后退一步，左手向右边走，右手向左边走，掌心尽量的贴到地板上，然后你在完全的落地之前，将你的下巴向前放到前侧的地板，膝盖向后退，胸口会在你的胸前交错，不是肩胛骨，在胸前交错，这样会打开肩胛骨中间的菱形肌，松开你的脊椎，松开你的呼吸，让你的呼吸可以扩张。离开的时候，上面这只手往前伸，支撑你的身体，另外一只手松开来，再回到跪姿，掌心落。好，这是换右手向后退一步，手伸向左边，左手伸向右边，两只手掌心尽量落地，先试着伸直，下巴向前去落到地板上，膝盖向后推向后侧，手在胸前交错。进到姿势以后，掌心有可能会朝上，你就让它自然的顺着手背的旋转松开来。离开的时候，上侧的这只手撑一下，下侧的手撑一下，你就可以回到坐姿。我们要做两个方向，让你看一下扭面式。好，右脚落在地板上，左脚跨在右脚的上侧，可以的话，你用手将两个膝盖重叠，脚跟收到屁股的两侧，尤其是上面这只脚左脚，屁股要坐在地板上，身体坐直，掌心朝上，手背交错，手肘弯，掌心贴着，手肘微微的拉高，掌心微微的离开你的胸口，大约让你的上背下背90度。哪只手在上在下没有太大的关系，记住等一下我们交换做不同侧就可以。离开的时候手松开来，放松回来。坐下来之后，两只手先松开来，两只脚再松开来。好，那我们做另外一侧，所以你可以把一只脚放在地板上，另外一只脚叠在上侧，膝盖让它交错，记住手要交换一侧的方向，掌心朝上，上背交错，手肘弯，尽量的让上背下背有90度的角度，让你的手掌离开你的脸颊。你下面的手如果有点为难，可以抓住下面的手，你也可以让两个手并拢。那当然这个难度比较高，所以你可以手微微的抓住手腕的位置，你也可以让它并拢，那脸朝正前面。好，手放松，松开来。最后一个动作是Sasangasana兔子式，两个膝盖跪到地板上，屁股坐在脚跟上，这是一个很好的放松你的脚踝、脚背。其实每一天下了班回家，因为我们穿了有跟的鞋子，这个动作其实可以松解你大腿的紧绷，让你的不正确的膝盖的位置回正。所以跪坐对于下半身是一个很好的放松。头落到地板上，天灵盖落地，尽量靠向你的膝盖。两只手放在背后，食指互扣，手不要往天花板伸，手向身体的屁股的方向移动，肩胛骨向天花板伸长。顺着吸口气，屁股抬起来，再将手微微的拉向头的方向，停在这里就可以。好，兔子式。以上就是今天的瑜伽闲情课后讲堂。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欢迎给我们留言，如果喜欢的话，帮助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会不定期的希望可以跟大家分享瑜伽的知识跟瑜伽的练习。谢谢大家。